埃隆·马斯克再次以其出人意料的举动震撼了业界。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宣布，特斯拉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不仅仅局限于电池技术的研发，更将大举进军氢燃料电池领域。这一战略转变预示着以水为能源驱动的汽车有望成为现实。这项决策正值特斯拉在量产其创新性的4680电池单元时遭遇显著的技术难题。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挑战，马斯克正积极探索更为可持续的新能源技术路径。可以预见，如果汽车能够通过水来驱动，这将彻底颠覆现有的汽车产业格局，对传统的汽油、柴油以及新兴的充电基础设施构成巨大冲击。众多行业专家分析指出，特斯拉的这一举动极有可能引发整个汽车产业的变革。然而，一个核心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这种新型引擎是否真的能够有效运作？它又将如何深远地影响汽车产业以及其他相关领域？所有这些疑问的答案都将在接下来的视频内容中揭晓，请务必观看至最后，因为即将呈现的信息无疑会令您耳目一新。同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便获取更多引人入胜的深度资讯。在深入了解特斯拉这一颠覆性的新能源引擎构想之前，回顾特斯拉的发展历程至关重要。因为这家企业从诞生之初就与众不同，并非像传统的汽车品牌那样起步。2003年，几位富有远见的工程师共同创立了特斯拉，他们的梦想是有一天电动汽车能够完全取代燃油汽车。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电动汽车的印象还停留在速度慢、动力不足、驾驶体验乏味的阶段。然而，当埃隆·马斯克加入并主导这项事业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马斯克不仅为公司注入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更以其独特的创新思维和长远眼光为特斯拉确立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他明确提出，特斯拉要打造的是迅捷时尚且完全依靠电力驱动的汽车。正是这一宏伟愿景，最终使得特斯拉成长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汽车公司之一。特斯拉最初推出的 Roadster 车型，虽然是基于莲花跑车平台打造，但却是市场上首款纯电动车型。它首次向世人证明，电动汽车也能在短短几秒内完成每小时0到100公里的加速。Roadster 不仅仅是一款汽车，更象征着电动汽车光明的未来。继 Roadster 之后，特斯拉推出了 Models， 正式进军豪华汽车市场。Models 凭借其卓越的续航里程、出色的性能表现以及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令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是首款真正将惊艳的外观设计与强劲的电动动力完美结合的车型。随后，特斯拉推出了 Model X， 这款采用独特猎鹰翼门设计的 SUV 车型，其极具未来感的设计理念迫使传统的豪华汽车制造商重新审视自身的产品设计方向。而 Model 3的问世才是特斯拉真正开始大规模进入大众市场的关键一步。它以更为亲民的价格定位，使得中产阶层也能够负担得起。在保持较低售价的同时， Model 3在配置和科技方面也毫不妥协。正是这款车型为特斯拉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并直接促使所有主流汽车企业纷纷加入到当前的电动汽车竞赛中。大约在2020年，特斯拉推出了 Model Y 作为 Model 3的 SUV 版本，这款车型在家庭用户中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欢迎。在短短几年内 ，Model Y 便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车型之一，并在电动汽车细分市场中占据了领先地位。这标志着特斯拉取得了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电动汽车从此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而是逐渐成为大众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埃隆·马斯克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电动汽车的固有认知。在此之前，电动汽车常常被认为续航里程短、充电不便且性能平庸。但特斯拉通过建立庞大的超级充电网络，极大地简化了充电流程，并通过不断提升电池技术，显著延长了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Models 和 Model 3等多款车型都实现了超过600公里的续航能力。特斯拉用实际行动证明，电动汽车不仅环保，更兼具卓越的性能和领先的科技优势。然而，如今特斯拉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公司新一代4680电池的量产过程遭遇了诸多挑战，制造难题和成本压力迫使特斯拉不得不积极探索其他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水动力引擎或氢能技术的构想应运而生，并迅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那么核心问题是，水动力引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在深入探讨特斯拉的新引擎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水动力引擎或氢能系统的本质。很多人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只要往汽车里加水，汽车就能行驶，但事实并非如此。水本身并不是燃料，因为它不包含任何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将水分解，才能提取出氢气，而氢气才是真正能够作为燃料使用的物质。这里涉及到一项名为电解的技术，通过电解的过程，水 HO 被分解成2个部分，氢气 H 和氧气 O。
这个过程需要消耗电能来驱动，因此我们需要预先储存一定的电能。分离出来的氢气可以储存在独立的储氢罐中。当车辆行驶时，储存在储氢罐中的氢气被输送到一个特殊的装置，即燃料电池。在燃料电池内部，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过程会产生电能，而这些电能可以直接驱动电动机运转，从而推动车辆前进。整个反应过程的副产物仅仅是水蒸气，没有任何烟雾、碳排放或其他污染物。正是因为这个特性，氢燃料电池技术被称为零排放或清洁能源技术。有些人可能听到了逆向电解这个词，并误以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发明，但事实上，这正是全球公认的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工作原理。所谓逆向电解，只是形象地指出了这个过程与电解水制氢的过程相反。电解水需要消耗电能来产生氢气，而燃料电池则是利用氢气来反向产生电能。那么特斯拉真的在秘密研发水动力汽车吗？迄今为止，埃隆·马斯克和特斯拉官方都未在任何正式声明中直接使用水动力引擎这个术语。但不可否认的是，马斯克一直以来都对各种可持续能源的新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支持。因此，水动力引擎目前更像是一种基于氢能技术的构想或实验方向。氢气作为一种极轻的气体，却拥有极高的能量密度特性，这意味着即使是少量的氢气也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能够实现高效的氢气制备和安全可靠的储存，氢气将有可能成为替代传统汽油和柴油的清洁能源。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丰田和现代等在内的日本和韩国汽车企业早已着手研发氢燃料电池技术，并推出了如丰田 Mirai 和现代 Nexo 等车型。这些车辆并非直接以水为燃料，而是通过氢气在燃料电池中反应产生电力来驱动，其尾气排放物也只有纯净的水蒸气。那么，为什么特斯拉此刻会对氢能这个方向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特斯拉在4680电池的量产方面确实遇到了一些未如预期的困难。正是这些挑战促使特斯拉及其工程师们积极探索其他的替代能源方案，以期在未来减少对传统电池技术的过度依赖。氢能技术正是他们考虑的备选方案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斯拉已经成功研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动力引擎。更准确地说，在未来的发展中，特斯拉极有可能尝试将燃料电池技术与现有的电动技术相结合，例如研发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系统，或者将氢能技术与其他能源集成应用。现在让我们来深入解析一下清洁循环的原理。如果一个能源系统能够利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或风能产生的电力来生产氢气，然后利用这些氢气在燃料电池中发电，最终驱动车辆行驶，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电能被用来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氢气在燃料电池中转化为电能，而最终的产物又仅仅是水。整个过程没有污染物产生，也没有二氧化碳排放。正是因为这个特性，科学家们将其称为清洁循环能源系统。电动汽车 vs 氢能汽车 vs 燃油汽车，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水动力汽车，或者更准确地说氢能技术的实际运作原理，那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随之浮现：这种技术与其他现有的汽车动力技术相比如何？换句话说，氢能汽车在电动汽车与传统的汽油、非柴油、内燃机汽车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效率。效率是衡量任何引擎优劣的关键指标。如果观察典型的汽油或柴油发动机，其能量效率通常只有大约25%到30%。这意味着每消耗1升汽油，只有不到1/3的能量真正用于驱动车辆，其余的大部分能量都以热能和废气的形式浪费掉了。这正是传统内燃机汽车能耗高且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现在转向电动汽车，这项技术已经被证实是目前最为高效的汽车动力解决方案之一。储存在电池中的电能可以直接驱动电动机运转，无需燃烧任何燃料，因此电动汽车的能量效率可以达到85%到90%。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输入电池的电能都能够转化为车辆的动力。正是由于其高效的能量利用率，电动汽车在单次充电后能够实现较长的续航里程，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实现零污染排放，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接下来是水动力引擎或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从能量效率的角度来看，它在传统内燃机和纯电动汽车之间起到了一个折中的作用。氢气作为其能源来源，在燃料电池中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能。这个过程的效率大约在55%到60%之间。这意味着氢燃料电池的效率大约是汽油发动机的2倍，但仍然略低于纯电动汽车。尽管如此，这项技术在环保和使用便利性之间实现了不错的平衡，既没有烟雾和碳排放，又避免了长时间充电的麻烦。
从成本角度来看，传统的汽油发动机汽车通常购车成本较低，但其长期维护成本较高，且燃油价格波动剧烈，同时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电动汽车的购置成本通常略高，主要是因为电池价格较为昂贵，但其运行成本却大幅降低。单次充电的费用通常仅为同等里程燃油费用的1/5到1/6。而目前来看，水动力或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是最高的，这主要是因为氢气的生产和储存技术复杂且成本高昂。然而，随着未来技术的进步以及通过绿色方式生产氢气的规模扩大，其价格有望逐步下降。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充电与加油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区分，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日常使用体验。如果您拥有一辆电动汽车，充电所需的时间可能会在30分钟到8小时之间浮动，具体取决于所使用的充电设备和车辆的电池容量。虽然超级充电桩可以在大约半小时内将电池充至80%的电量，但与传统的燃油车加油速度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对于氢燃料电池车或水动力汽车来说，加注燃料、氢气的过程通常只需要3到5分钟，与在加油站加油一样便捷。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尤其对于需要经常进行长途旅行或者追求快速完成行程的用户而言。续航里程是另一种重要的差异点。当前主流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大约在400到600公里之间，而氢燃料汽车的续航里程通常可以达到600到700公里。例如，丰田 Mirai 单次加氢的续航里程约为650公里，这样的续航能力略优于目前的电动汽车，并且接近传统汽油车的水平。因此，许多人认为氢动力引擎在未来可能会成为长途旅行更优的选择。在污染排放方面，内燃机是这3种动力方式中污染最为严重的。汽油和柴油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其他有害气体，这些都是空气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纯电动汽车在运行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的尾气排放，但其电池中使用的锂和钴等元素在开采和制造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此外，如果电动汽车所使用的电力来源于燃煤等不可再生能源，那么其环保效益也会大打折扣。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或称水动力引擎，其核心优势在于尾气排放物只有纯净的水蒸气，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技术只有在通过绿色制氢方式及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氢气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其环保效益。目前，全球大部分氢气仍然以天然气为原料制取，这个过程仍然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从本质上讲，电动汽车仍然是当今最具能源效率和实用性的解决方案之一。氢燃料发动机或水发动机则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它可以弥补电动汽车在充电时间和续航里程方面的不足。而内燃机作为一种相对落后的技术，正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因此，我们可以将水动力引擎视为一种折中的方案。其能量效率虽然不如电动汽车，但其污染程度远低于汽油车，并且具有加注快速续航里程良好的优点。如果未来氢气的生产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化，那么这项技术将有可能彻底实现清洁和可持续。展望未来，电动汽车可能更适合城市内的短途出行，而氢燃料发动机则可能更适用于长途运输或重型车辆。这两种技术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引领世界迈向净零排放的目标。这才是真实的情况，没有所谓的魔法，也没有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仅仅是基于科学的全新技术方向，正一步步走向现实。挑战与风险，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水力引擎或氢能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就必须冷静地理解其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因为事实是，任何一项新兴技术都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难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无论其构想多么精妙，都很难真正落地实施并得到广泛应用。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加注网络的建设。如今，驾驶电动汽车几乎在每个城市都能找到充电站，而传统的汽油和柴油加油站更是遍布各地，几乎每隔几公里就能看到一个。然而，对于氢能发动机汽车来说，加氢站的数量却极其有限。以全球范围来看，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加氢站也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等少数几个州。欧洲和日本在这方面相对领先，但其加氢网络仍然不够完善。而在印度等国家，加氢站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这意味着，任何想要推出水动力引擎或氢能汽车的企业，都必须首先投入巨大的资源和时间来构建完善的加氢基础设施网络。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是氢气的储存安全性。氢气作为一种极轻且极易燃的气体，其储存需要采用能够承受极高压力的超高强度安全储罐。当前，燃料电池车辆通常采用高达7008的压力进行储氢，这远高于普通汽油罐所承受的压力。
一旦发生泄漏或意外破裂，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灾难。因此，所有涉足氢能领域的企业都必须将安全性放在首位，投入大量的研发力量来确保储氢和运输过程的绝对安全。包括丰田、现代和宝马等企业都在其氢燃料汽车中采用了碳纤维增强的储氢罐，这类储氢罐具有极高的强度，并且经过了非常严格的测试，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然而，公众对氢气安全性的担忧依然存在，因为氢气即使遇到微小的火花，也可能引发燃烧。正因如此，这项技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工程技术的进步，更取决于公众对其安全性的信任。如果民众普遍对氢能的安全性抱有疑虑，那么这项技术就很难得到广泛的接受。因此，特斯拉或任何其他涉足该领域的企业都必须在安全技术方面保持高度的透明度，清晰地向公众传达其系统的安全性、已经进行的测试项目以及应对事故的应急预案。接下来是基础设施的成本问题。建设一个完善的加氢站网络需要极其高昂的成本，据估计，单个加氢站的造价大约在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相比之下，建设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成本通常仅为其1/10。此外，氢气的生产和运输还需要配套的管道储存以及安全系统，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如果想要大力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就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正因如此，一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已经启动了政府资金支持的氢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在其他地区，该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德国和韩国也已经启动了政府资金支持的氢能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其他国家，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此外，监管障碍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目前，各国在氢气的处理、储存和运输方面的法律与安全标准各不相同。例如，欧洲采用了 ISO 14687标准，对氢气的纯度、压力和安全等级进行了明确规定。在美国，能源部 DOE 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等机构也对氢能技术实施监管。所有新型氢燃料汽车或燃料系统都必须通过这些安全认证，这意味着企业在推出新型氢燃料发动机之前，必须完成大量的测试，准备详细的文件，并获得政府的批准。整个流程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在于火灾隐患。正如前面提到的，氢气是一种高度易燃的气体，一旦发生泄漏并接触到高温表面或火花，可能会在瞬间引发火灾。更需要注意的是，氢气火焰是呈透明状的，这意味着在发生事故时，肉眼可能难以察觉，从而延误了救援和扑救的时间。因此，无论是氢能车辆还是加氢站，都需要配备特殊的传感器，实时监测空气中氢气的浓度，一旦超过安全阈值，能够立即触发警报。如果特斯拉等企业采用这项技术，就必须在安全措施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发和完善，以最大程度地规避所有潜在的风险。公众信任不仅仅关乎技术和安全本身，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对氢能技术持怀疑态度。有些人认为它过于危险，而有些人则将其视为遥远的未来之物，但真实的情况往往介于两者之间。氢能技术的安全性正在逐步提升，但其普及仍然需要时间。特斯拉等企业需要通过公开分享相关的实验数据、测试结果以及安全报告，来逐步建立公众对这项技术的信任。环保、绿色承诺还是海市蜃楼。要想真正理解水动力引擎或氢能技术对环境的潜在益处，首先需要明确现有传统燃油车辆的污染排放量。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的数据显示，一辆普通的汽油车每年大约排放4.6公吨的二氧化碳，这个排放量相当于大约200棵树一年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如果考虑到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汽车，这些排放物无疑在全球气候变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正是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转向零排放汽车技术的主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水动力引擎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技术层面来看，如果氢气的来源是绿色能源，即通过风能、太阳能或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进行电解制氢，那么氢燃料电池技术几乎可以实现100%的零污染。这是因为其燃料是纯净的氢气，在燃料电池内部与氧气反应时，唯一的产物就是水蒸气，没有任何碳排放，也没有任何尾气污染物。这意味着一辆原本每年排放4.6吨二氧化碳的汽车，如果改用这种氯氢驱动的燃料电池，其排放量将接近于零。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全球大约95%的氢气生产仍然依赖于天然气，这被称为灰色氢。这种生产过程本身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只是从汽油转向使用由化石燃料制成的氢气，那么其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显著。因此，许多专家指出，真正的环保效益只有在转向绿色氢能，即利用可再生能源制取的氢气时才能实现。
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天然气或煤炭制氢。只有这样，氢能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可靠的绿色承诺。相比之下，电动汽车在运行过程中同样实现了零尾气排放，这意味着它们不会排放烟雾和其他空气污染物。然而，电动汽车电池中使用的锂、钴、镍等金属的开采和制造过程仍然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开采这些金属不仅污染了土地和水源，采矿过程还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此外，废旧电池的回收和处理也是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形成新的环境污染。而氢燃料电池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类问题，因为它不需要像电池那样大规模开采稀有金属。其主要的环境挑战在于当前的制氢和储氢技术成本高昂且能耗巨大。如果未来能够采用更经济实惠且完全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制氢和储氢技术，那么氢燃料电池的可持续性甚至可能超越电动汽车。这项技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全球交通运输领域大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5%。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采用清洁燃料来驱动汽车、巴士和卡车等交通工具，将能够显著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而像水动力引擎这样的技术，正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们不仅能够提升车辆的环保性能，还可以应用于发电以及重工业等其他领域。经济性、成本、维护与普及。现在，让我们来探讨水动力引擎的经济层面及这项技术的成本效益、维护方案以及未来能否普及到大众市场。在这里，我们仅讨论当前已经确凿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水引擎，或者更准确地说，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独特之处。这类引擎的活动部件极少，这意味着摩擦更小，零件磨损或故障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例如，传统的汽油引擎拥有数百个持续旋转和运动的部件，如活塞、曲轴、气门、皮带等。而燃料电池引擎则无需这些复杂的组件，它通过氢气和氧气的化学反应直接产生电力，驱动电动机运转。这种设计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极低的维护需求。这意味着车主无需像传统燃油车那样频繁地更换机油、清洗空气滤清器或进行复杂的发动机大修。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电池和燃料电池的差异。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通常具有8到10年的使用寿命，之后电池容量会逐渐衰减，可能需要更换。一套全新的电动汽车电池仍然需要花费数万美元，这在车辆的总成本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尽管电动汽车的长期维护成本相对较低，但更换电池可能会构成一笔巨大的开支。另一方面，氢燃料电池通常具有5000到8000小时的使用寿命，这相当于大约25万到40万公里。假设平均行驶速度，这意味着燃料电池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运行，而无需进行重大的维修。即使燃料电池出现故障需要更换，其成本通常也远低于电动汽车的电池组。此外，燃料电池的性能衰减速度通常也远低于锂离子电池，因此从长远来看，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维护成本可能会低于电动汽车。当前阻碍氢燃料汽车实现大众化普及的关键问题在于其高昂的成本。目前，像丰田 Mirai 或现代 Nexo 等氢燃料电池车的售价通常在5万到7万美元之间。这主要是由于氢能系统的生产成本较高，以及相关的生产和储存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项新技术在发展初期都面临着价格高昂的问题。随着大规模量产的推进，其成本将会逐步下降。电动汽车的发展轨迹正是如此。曾经价格高昂的电动汽车，如今已经普及到终端车型，可以预见，氢能技术也将遵循类似的路径。国际能源署 EA 预测，如果未来10年内能够启动大规模的绿色氢能生产，氢气的价格有望下降50%。随着燃料电池产量的提升和技术的持续优化，其成本也将同步降低。这将使得氢能汽车在未来有望成为大众可接受的交通工具。另一个关键的经济因素是燃料成本。每公斤氢气所蕴含的能量大约相当于3升汽油。尽管目前的氢气价格相对较高，但如果未来能够大规模采用绿色制氢技术，其成本有望低于传统的汽油。此外，氢燃料汽车的加注时间仅需几分钟，这对于需要频繁使用车辆的长途货运卡车、公共巴士以及其他商用车辆来说，其经济可行性将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你认为水动力汽车真的是未来的趋势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点赞并分享，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便获取更多精彩和真实的资讯。